你知道吗？日本731部队曾在我国浙江制造鼠疫，染病人数高达230万人。这是日军在我国首次投放细菌战。为什么日军会选择战事并不频繁的浙江呢？而鼠疫到底有多恐怖，让人们至今谈之色变呢？长按点赞加关注，跟老黑一起来了解侵华日军细菌第一战鼠疫的秘密。1940年10月27号凌晨，一架日军单翼战机侵入宁波上空，环绕一圈离去。到了中午12点，又一架日机突然到访，低飞至城区上空。底下的老百姓们听到飞机飞过屋顶瓦片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，从日机上投下了小麦、粟米等粮食。一些好奇的老百姓纷纷抬头看，但是老百姓们根本不知道，跟随小麦一起被空投下来的还有大量跳蚤。更不知道的是，这些跳蚤是携带鼠疫菌的跳蚤。2天后，城内的一些老百姓突然发病死亡，1天之内就有20人死亡。人们这才意识到是感染鼠疫的现象，日军投下的小麦就是鼠疫的源头。一时间，城内哀嚎遍野，裹丧抬棺的人比比皆是，人们惊恐万分，因为一旦染上，那就是必死无疑。初期，患者出现高烧、头痛、眩晕、神志不清、淋巴腺肿胀的状态。医生判断以后，发现大部分都是败血型鼠疫，少部分是腺鼠疫。这种鼠疫的潜伏期只有2到7天。快的从发病到死亡不到27个小时。鼠疫是世界卫生组织严令预防的烈性传染病之一。为了控制住鼠疫，当时宁波开始封锁疫区，建立隔离医院，消毒灭鼠。为了切断传染源，还焚烧了大量房屋。在一系列积极的防治措施下，宁波鼠疫很快得到控制。那么为什么日军会选择宁波作为首次细菌战的地点呢？230万人感染，60人死亡。日军在浙江投下的鼠疫到底有多恐怖？对于当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制造的鼠疫，当时的一些政府文件中也有过记载。1940年12月5号，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还给蒋介石发过电报，电报中向老蒋汇报了日军飞到浙江金华投放白色粉末。事实上，日军第一次细菌战演习发生在浙江绍兴。在很多资料中，大家一直以为1940年的宁波细菌战是日本进行的第一次细菌战。其实，早在1939年的绍兴新闻中曾报道，有日军飞机飞到绍兴上虞利海一带撒布白色粉末。这些白色粉末中发现大量的破伤风、白喉等病菌，但当时利海并未出现传染性疫情，所以这件事也鲜有人知。而日军之所以选择在浙江一带投放细菌战，是他们想攫取浙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希望得到浙江的经济基础，所以采取了细菌战这样的低成本的方式来杀害中国军民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鼠疫是一种古老的病毒，它甚至比现在的新冠病毒更恐怖，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传播，比如土拨鼠、旱獭等小动物就是鼠疫的自然宿主。而人类感染鼠疫主要是被这些动物跳蚤叮咬，食用了有鼠疫的野生动物，然后通过呼吸道飞沫、皮肤、血液接触等传播。鼠疫之所以这么可怕，是因为它潜伏期短且发病快，2到3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发病，而且鼠疫高度易感染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只要碰到了就100%感染。除此以外，鼠疫的宿主极多，传播途径广泛。虽然主要是鼠类，但一些食肉类、有蹄类、鸟类野生动物，甚至猫猫狗狗都能感染鼠疫，然后传播给人类。据说在1911年，中国人消灭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鼠疫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一场比新冠更恐怖的末日瘟疫，6个月死亡6万人，这就是被西方称为黑死病的急性传染病鼠疫。1910年9月16号，俄国的达乌里亚发现了首例鼠疫患者，随后鼠疫快速扩散，先是到达满洲里，然后到了中国哈尔滨等东北北部地区。面对如此猛烈的传播速度，西方国家纷纷束手无策。英国媒体甚至发文称，谁能制止这场灾难，谁就是拯救人类的恩人。一开始满清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这个时候日俄两国突然发来警告，他们觉得清政府无能，连鼠疫都控制不了。如果鼠疫继续向东北全面扩散的话，俄军和日军将出兵东北。于是这个时候，有人推荐著名医学家伍连德来控制疫情，这个人只花了60天就战胜了这场轰动全世界的鼠疫。伍连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鼠疫的源头，他带着调查组一路来到了俄国境内，发现传播媒介是旱獭，
然后他解剖了一具感染鼠疫去世的日本女性尸体，发现这起鼠疫的元凶是鼠疫杆菌。鼠疫杆菌的主要传播渠道是空气传播。得到这些重要信息后，伍连德对疫情中心进行严格的交通封锁，彻底切断疫情的传播渠道，然后根据病情轻重设置隔离区域。这跟咱们现在的防疫措施很相似。更厉害的是，他发明了一款中间带有药水的口罩，能够防止病菌入侵。除此之外，为了引起民众配合和重视，他让政府印刷了大量的防疫通告和漫画。最后，他焚烧了所有去世者的遗体，消灭了传染来源。在伍连德和人民的努力下，这场抗疫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载入史册。伍连德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